苏丹的那一段呢急剧恶化，局面很有可能失控。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运20飞到非洲去撤侨。只要是中国人，你手里拿着咱们的护照，举起咱们的国旗，就能回到祖国。从撤侨这个角度来看啊，战略空军、远洋舰队还有海外基地，那可是太重要了。现在苏丹的局势确实是恶化的非常的厉害，各国都开始准备撤侨了嘛。要说起撤侨这一件事啊，那真是要比你的国力，比你的外交能力啊，比你和当地的关系。你说撤侨吧，那是要讲国力，那硬的东西你首先得摆在拿在手上，你才有可能撤呀。你像这种战略运输机呀、远洋的舰队呀，这你必须得有，要不然你撤什么撤？你撤侨怎么个撤法嘛，对吧？另外呢，你还要有足够的政治的影响力，对当地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能协调好这个关系。你就比如说德国吧，他们是派了飞机到苏丹这边去了，但是呢，由于和当地的关系没有协调好，结果呢，2架运输机又飞回去了。咱们现在呢也正在努力的安排和协调如何把我们的侨民给撤回来，因为我们在苏丹虽然没有这种大量的这种投资吧，但是多多少少在基建呢，在各方面，还有咱们普通的国民在那边做生意啊、做贸易，还是有一些人的。那么本着他们这个自愿撤离的原则，他们愿意走的，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给撤回来。现在呢，咱们的一架运20已经飞到了吉布提，咱们的海军基地。另外呢，咱们正好这个第43批亚丁湾护航舰队有3条军舰在那边，现在也开始准备集结到吉布提去，这样的随时可以配合完成这个撤侨任务。咱们这3条舰还真的是可以的。你像这个052D 南宁舰，还有咱们这个054A 的三亚舰，还有一艘903A 的微山湖的补给舰这个加起来之后就有足够的撤侨的能力了。你要说真是撤侨吧，但现在就看从苏丹这一块来讲其实呢无非也就是海陆空3个办法。当然你说这空中撤侨那是最快来的也最有效的，但是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苏丹的政府军和这个他的叛军，就是他的快速支援部队之间他们主要呢是在苏丹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呢这个首都喀什木就是重点争夺的地方。那这个机场我们都知道争夺的非常的厉害。你看前一段沙特的民航机在机场停在跑道上都被击毁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是直接进行这个空运撤侨的话呢，它的危险度是非常的高的。可是，在苏丹的全国境内一共也就是那么60来个机场，真正能够起降这种大型运输机的、大型客机的，也就是6、7个机场，而且现在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所以空中直接撤侨这就是一个麻烦事儿。第二一个呢，就是走海路。海路苏丹这边呢，它有个苏丹港，这边呢倒还不是这个冲突现在最严重的地区。苏丹港呢，还是基本控制在苏丹政府手上，所以从苏丹港往外走的话，这还倒是比较顺。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通过陆路运输，这个呢就像毛细血管一样这来的是还算是比较通畅的，而且我们和苏丹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它可以尽快的往周边去输送一些侨民我们组织一下送到周边的国家，然后咱们再集中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你比如说吧，它的东边就是埃塞俄比亚，我们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还是可以的，从埃塞俄比亚再到吉布提，这就方便的多了。大家注意一下不管是我们空中撤侨，还是海上撤侨，还是陆路撤侨的话，其实我们都离不开吉布提这么一个点有了吉布提这么一个基地的话呢，我们就能在撤侨之中有了这么一个支点，很快实施我们的撤侨行动。不管是咱们的运20还是咱们的这军舰都可以在吉布提这边来把我们的侨民集中在吉布提这个地方，然后呢再输送到其他的地方去，这就来得非常的快。你没这个支点，还真是这个劲儿还使不上。所以说呢，当我们有了远洋的舰队，有了战略空中的运送能力之后呢，很关键的是我们要有海外的基地。我们不是要搞这种全球的霸权，我们有了海外基地之后呢，它可以有效的实施我们的战略部署，来在全球范围之内保护我们的利益，当然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同胞的安全。